痛苦和迷惘，知易行难，平津侯也不例外。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，就要为他排忧解难。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？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。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，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。但为了重振庄家，庄如隐放弃了沈婉，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襄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建功立业。武和35年，他在东夏遭遇大败，皇上要他驻守边关。蒋襄不愿跟他吃苦，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。站住！边境苦寒，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，那就是沈婉。沈婉多年未嫁，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，终于与庄如隐重逢。两人在边关厮守，并诞下爱子庄之行。庄之行5岁时，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夏，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。这一次，他大胜东夏，一雪前耻。但就在他名声大振、立下不世之功时，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。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，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。庄如隐陷入两难。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，若是冷落了蒋襄，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。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？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，沈婉站了出来，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，而庄如隐没有拒绝。此后，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，封侯拜将，一时间权倾朝野。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，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，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。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，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香儿操持吧。蒋襄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，最终让庄如隐相信沈婉红杏出墙，在他的默许下，毒杀了他。我不要你走啊！我求你了！我求你，大恩如大仇，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。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，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，就是变成了怨恨。这天下间，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，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？哎，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，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？谁也说不清楚了。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行。
因为他一旦见到他，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。这种痛苦越是隐藏，扎根越深。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？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。只是后来，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，本侯待他，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，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、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，但为时已晚。花圃里的梅花，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小人想起一首诗：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有备之。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又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；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，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，你更要勤学苦练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谁？大人，
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侯爷在里面，臧大人，请。侯爷。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，好好想一些事情。小人愿为侯爷分忧。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小人不明白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哪怕你有千秋功绩，也抵不过帝王无情。小人认为，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。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，是皇上的外戚。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。傅之松一死，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。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，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。你说？本侯该不该争？军中有许多将领，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。您当年的副将，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木骑营。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，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。你是让本侯做事，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侯爷，这件事儿。您不是在和别人争，而是在和皇上争。小人想，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。侯爷不妨再等几天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而小人认为，侯爷不去争，定有好处。若侯爷想重新掌兵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侯爷请吩咐。这件事情一旦知道，将没有回头路。要想清楚。藏海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，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，是一个叫鬼喜的东西。鬼喜。武和35年，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，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，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，横扫大半疆土。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，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。去禀报将军。是。
东夏女王祭出一样至宝——鬼玺。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，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，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所以本侯发誓，一定要找到鬼玺。6年后，大庸重整兵马，再一次出征东夏。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，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，被打得俯首称臣。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。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，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，想据为己有。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，却没能成功。而这个铜鱼，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。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？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已经死了。那是他的命。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10年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却始终找不到。本来心都淡了，可现在有了你，就不一样了。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？没错。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敢问侯爷，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？什么意思？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，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。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，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。这铜鱼，小人虽未见过，但东夏的鱼图腾，小人倒是见了不少。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，寓意丰年富饶，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。果然见识不凡，心思机敏。没错，这铜鱼不止一条。本侯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。那其他的铜鱼，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？别的铜鱼你不用管，本侯都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等你找到鬼玺，本侯必不会亏待你。藏海赴汤蹈火，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。鬼玺，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，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，东夏君王的秘宝。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！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，大庸都无人知晓。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，还带了回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。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，你还记得吗？所以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。他说他全都有数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就在其他2个仇人手里。不过，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，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3个人的事儿。
饭要一口一口吃。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，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，往后做起事来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师傅，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？师傅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，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。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童鱼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第3个人。侯爷，夫人，藏海，快坐。坐。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知道吗？前日，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，本侯称病未去。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符出任中军都督。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，皆被降职责罚。虽然本侯未去，皇上并未责怪，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，赏银1000两。侯爷英明，不争不抢，反而得了圣心。还有一件事，前些日子，我给内阁递奏本，举荐了你。藏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名动京师，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钦天监监正。恭喜啊，藏海，不，藏大人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二公子。坐。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，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，你俩共沐皇恩，要替皇上好好办事。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。多谢大公子。短短半年时间，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。楚怀民学艺不精，怎么比得了藏大人？都是仰仗侯爷照拂，沾了侯府的光啊。监正属五品，你将有自己的宅邸。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，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，收拾收拾，明日便可搬进去。侯爷大恩，小人永不敢忘。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。行了，今后见到本侯，不用再自称小人，该自称下官了。是，侯爷。大人，爹，你也是官，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？坐马车的是官，2条腿走路的也是官。况且，习惯了坐那种马车，就懒得走路，再也下不来了。拜见藏大人，您里面请。
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袖里藏，惊雷无声响。爹，我又长高了，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。都玩了这么久了，知道这个简仪是用来做什么的吗？观星的。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？不知道。想不想学？想。过来。你认得上面的4游环吗？嗯。试着转动它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对，你再移动上方的窥衡，转动3个刻度。到了晚上，透过这个圆孔，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。真的吗？我心滚烫，翻云是我，浮云是我，人心的罗盘莫测，总会有人起起落落。星星是我，疯癫是我，当夕阳如烈日赤裸，与君共高歌。芒种是我，秋收是我，天下是我，苍生是我，你也是我。拜见监正大人。诸位请起。大人，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。下官洛克司武官窃胡郎林卫。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。大人，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。监后司呢？回大人，监后司武官平议郎石泉称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。无妨。监正大人，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。朝廷设钦天监，是为敬神恤民、兴利除害。钦天监虽小，但无论是观星卜筮，还是堪舆营造，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。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，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。大人，您太谦虚了。要是您这么说，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？大人，下官好奇，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？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对比之下，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。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，还要多多指导，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。闲话聊完了，该聊公务事儿了。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带了。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。大人，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、监测天象外，主要忙于修订夏历，详细划分各个节气，以便百姓顺应天时，休养生息。洛克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，报时报更，事情虽小，但重在精细。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。今年入春以来，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，包括黄花梨木、紫檀木、鸡翅木等，共计3000根。大人，相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象山夺形、后土验气、审山事、查吉学。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。很好，
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。今日是我第1天上任，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，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。若还有疑问，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。诸位请回吧。大人，咱们去书房看看嘛。书房的调度和安排，还请您吩咐。不，先带我去监后司看看。炼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。缝，要用桑皮兼绒为限，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。补呢？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，但副将军地位尊崇，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。知道了吗？是大人。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，还要用铜丝锯上。大人，不用这个，剪刀。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们谁是实权？大人有事吗？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何罪之有啊？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，必须尽快处理，还望大人见谅。皇上下令厚葬副将军，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，你早些处理是对的。还未入冬，相差1个时辰，都会大不相同。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？这么要紧的事，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？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，就减了我们监后司的人手，节省开支。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，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。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，所以有些手忙脚乱。太子的心意，本宫明白。只是本宫的痛症是老毛病了。太医说了，治愈顽疾不能心急。景王之死对洛梅来说亦是顽疾，太子殿下得给他多一点时间。娘娘，既是顽疾，那就更应该要根除啊。娘娘明白平南君的军权于殷家是个倚仗，但放洛梅的身上就是一个枷锁。有朝一日，他会为了夫家解这个枷锁。娘娘膝下无子，不知届时在宫中有何打算？皇家最忌讳外戚掌权，本宫又如何相信太子上位后会厚待殷家？儿臣对洛梅的心意天地可见，若娘娘肯相助，她的心迟早会是儿臣的。此刻我若还不争取，只怕会留下一世悔恨。据说这天净草晒干了做更美味。我们能等到吗？看这天气，3、4天就晒干了。哥哥该我了，哥哥该我了，该我了，哥哥该我了，该我了。阿牛，你下来，让妹妹玩会儿。我不，我就不。二牛，男子汉要让着妹妹。就不。哎呀，来。这个是花
脸上有东西啊？什么？这。哎，错！你还笑？你过来！别跑！别抓我了！你小时候一定很调皮吧？我何止调皮，我还很能打。小时候我们家邻居的胖子哥哥曾经被我打掉了2颗牙齿，当时我才8岁。为什么？他拿死老鼠吓唬我娘，后来我娘知道我打了他，又追着我打了1天。看来啊，能收拾你的也只有你阿娘了。其实我阿娘每次动手打我都没有使劲，她就是做做样子吓唬我。全天下的阿娘应该都一样吧？那可不一定。我母后每次动板子都动真格的，有一次啊，她差点把我打瘸了。那肯定是你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。逃学罢了。我儿时不喜欢文墨，有一回把学馆里的先生用蒙汗药迷晕了2日，母后知道了，就对我动了大刑。那是你该打。你说你不喜欢文墨，可是我看你书法、画画都很好。母后的心愿是让我多学一些诗礼，能够让性子再沉稳些。可我呢，自小立志当将军，自然没有什么时间坐下来写字背书。千州大火之后，腿坏了，整日困在轮椅和床榻之间。那个时候，除了画画，就是下棋。没想到，最后竟遂了母后的心愿。若是皇后娘娘知晓这些，她肯定是万般不愿的。那你呢？以你的性子，在果饼铺子恐怕是待不住的吧？我当然待不住。可是我每天最喜欢坐在那儿看我阿娘做果饼。你是馋果饼了吧？那是，我阿娘每次做果饼的时候，都会把馅最多的留给我。你阿娘对你这么好，难怪你只想着赘婿。如果没有千州大火，遇见你会如何？洛梅，你是大营的将军，身上担负的与旁人不同，不该再为了死去的人整日消沉。姑母放心，明日我就重回教场练兵，绝不怠慢。你知道姑母说的并非兵事，而是你的婚事。您明明就说今日是来祈福散心的，佛门乃清净之地，实在不宜谈论这些俗事。本宫乏了，去偏殿歇歇吧。万安堂，本宫竟不知这儿何时建了这万安堂。走，去瞧瞧。罗梅，今日军报知你锦帅始于轻骑，银夜奇袭敌方斥候营，我心一时如堕冰窟，一时如临火涌，
思及你此时速速消征，夙夜在宫，乱守皇城，不能与尔。得知你不日班师回朝，吾欣喜如狂。然昨日听闻父皇忧心百越之乱，已漏夜传旨，命你转到平乱。此一行，又将得数月难见清容。禀将军，这万安堂乃太子殿下为一人所建，里面供奉的神佛就为护一人周全。除了太子殿下，没有别的香客。误解为觊觎军权。唉，殿下的真心，我相信。你既相信，便该答应这门婚事。姑母说过，帝王家没有爱，只有宠。可太子心里有你，这便是求不来的好姻缘。殿下很好，是我还没有做好决断。若是景王还在世，姑母绝不逼你。可赐婚圣旨以下，你终究是要嫁人的。若无法和所爱之人相守，那就找一个愿意真心爱你、护你的男人。给眼前人一次机会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。让他一个人想一想。多谢娘娘相助。太子殿下记得你的承诺就好。殿下，你何时来的？我看你在里面，不想打扰你，一直在这儿等。原来殿下为我做了那么多，
但我却无法给予你相同的回报。你可知，父皇想借婚嫁收回殷家兵权？若你愿嫁我，我会尽力替你和娘娘保全殷家。可我如果为了保全殷家而利用你的真心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洛梅，我……无妨，你不用现在就答应，但我希望你记得，我对你说过的话，永远都会作数。神佛明鉴，慕容玄烈立嗣之初绝无私心，可我身为肉体凡胎，终究生了贪念，欲将心里人留在身边。若所求成真，玄烈纵使死后堕入无间地狱，亦甘之如饴。禀将军，是太子殿下送来的，恭贺将军回京。赏景之地会变，世上的万物也都会变。停留在儿时的记忆，只会错过更好的风景。你的志向我从来没忘，就算你做皇后，军权仍然归你，你仍旧是殷将军，我绝不会将你困在后宫。麓山有赤狐的传说是真的。只要我慕容玄烈活着，我不会让任何事令你伤心难过。乖，真好。好喝，好喝。小朋友听话，再喂喂啊。好喝吗？你听话，多喂你几口啊。好，一会儿再喂你啊。这药还得喂多久？不好说啊，照目前这状况，至少还得10日。让他赶快清醒，只要别药死了就行。万一在外多待1天，就多1天的危险。大人放心，我明白。王爷，治好李清还需10日。阿美，青燕说了，还有10日，李清就治好了。那太好了！啊，你做的手套啊，我很喜欢。这个像不像青州的灯果？老窝子村管这个叫红果，青城斋最新鲜了。你这几日都起得很早啊，可是夜里睡不好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
这里的生活我很喜欢。青州之事了结之后，这样的生活我想一直过下去。你呢？最近睡得如何？还要不要抓柳英做灯？没有，这几日都没有梦魇。真的？嗯。梅莲，梅莲，大哥。刘大哥。哎。那个，阿梅啊。啊。以后私下无人的时候就不要喊我大哥了，听着别扭。别扭吗？哦。那我叫你什么？随便啊，叫什么都行。总之，就别叫大哥了。慕容景和。行，就叫名字。慕容景和，我该回去了。哎，去晒天津草吗？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现在身子好多了，可以一起稍微干点活了。走。妹子，大哥，你们不用去了，这块便是王大娘家的。多谢魏大哥。阿梅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？阿梅。哦，过两日就是老窝子村1年1季的春收宴，每家都会做一道菜摆百家宴，可热闹了。阿梅，你喜欢吃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魏大哥，我。阿梅喜欢吃龙肉。龙？哎。啥样的？我没见过龙。魏大哥，我大哥啊，他喜欢胡说八道，不用听他的。我什么都爱吃，都可以。哦。我们家阿梅呢，挑人，不喜欢的人呢，做什么都不爱吃。大舅哥什么意思呢？不喜欢的人不爱吃，可刚刚阿梅对我说什么都爱吃，难道阿梅也喜欢我？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哎，你明白的不对啊！魏大哥他怎么了？这是有问题，以后离他远点，看你眼神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哎，你去哪儿？抓龙。我家那男人就从不下厨，这男人看着不错，听说还会做针线花，人长得也俊呐，不知成亲没？我家还有个待嫁的小姑子呢。哎呀，一会儿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对。哎，大兄弟，等等！哎，听二牛娘说你娶妻了。娶妻了？你都听到了是吧？哎呀，我听王大娘说了，她家遭了难，这恐怕娘子也……我家娘子好得很，我此生也只要她一个人。多谢你的厨房，这是她最爱吃的蛇羹，我得趁热给她送过去。他娘子也来村里了？他身边不是只有一个妹妹吗？妹妹。哦，魏大哥，这些事都是给你的聘礼。我想娶你过门做娘子，我会打猎，又会种地，我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魏大哥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要走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。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。反正我们家就只剩我一个了。美玲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。魏大哥，其实是我大哥救了你。放心吧，你嫁给我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我也会对大舅哥好的。其实我已经成亲了。我知道，我听王大娘说过，你家男人死了。谁说我死了？大舅哥？谁是你大舅哥？我是他男人。
你们不是兄妹吗？我们不是兄妹，我们是从小长大的青梅竹马。这一路我接连犯错，惹我家娘子生气了，所以她才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提我们的关系。阿梅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你也该消气了吧？都怪我，让魏大哥误会了。他们是夫妻。大娘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老婆子的眼光还可以吧？啊，你呀，死心吧。行了，哭什么哭？大丈夫何患无妻啊？大娘，这两口子哪有不拌嘴的？互相让一步，这才能守一辈子嘛！啊，是吧？要我说啊，你相公态度不错，可以原谅他啊。是，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来，尝尝。你不是抓龙去了吗？眼神不好使啊，抓成了蛇。树艺既有载，蛇本名为悔，历经千年修炼成龙，所以这龙就是蛇，这龙肉就是蛇肉。那蛇肉烤着好吃。你之前伤了脾胃，肉羹有助于消化，烤蛇肉等以后再吃。哎，第一次下厨，我先尝尝味道。我不挑食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啊？好吃。这是我欠你的，之前在荒野里说过，只要我们能活着出来，就请你吃龙肉。其实我说的是肉龙，是我阿娘做的肉龙。肉龙是一种面食，就是夹着肉的花卷儿，在我们青州每家有喜事的时候都会做肉龙。你没有吃过？我好像之前路过边城的时候，在那儿见过，他们那儿叫肉馍。哎，我们丰收宴的时候，不如就做肉龙怎么样？那我试试，我应该可以做。熟了就行。我们夫妻总不好吃白食啊，有点心意总归是好的。既是两口子，就不要再分开睡了啊！大娘，哎，王大娘，分开睡，分开睡宽敞。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两口子吵架，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哎，要是老分开睡呀，这感情就淡了。你笑什么呀？你要是再得罪了你家娘子，我可就管不了了啊！啊，是，我听话，听大娘的话，听我家娘子的话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听。慢走啊，大娘。哎。大娘的话得听。又不是没一起睡过。
睡了吗？日落而息，该是睡着了。你睡不着？你若是也睡不着，我可以陪你说说话。我没什么想说的。那睡吧。其实我也有点困了。有蚊子。打死了，可以睡了。哦。这样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就好了。找了这么久，怎么会毫无踪迹呢？皇上，这是臣妾刚泡的茶，您尝尝。坐，朕看看，所幸那日烫伤没有留疤。皇上御赐的烫伤膏很管用，臣妾谢过皇上。燕北，你在怕朕？没有，皇上您是个仁君，对臣妾也极好，臣妾不怕。朕记得你此前不擅长这些。